贾马尔是一个在中世纪世界主题公园工作的普通人。这个公园面临经济危机，老板担心未来，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城堡世界新开业，紧邻他们的地盘。如果中世纪世界不能迅速想出新点子，破产将不可避免。某日，贾马尔被安排清理公园周围的沟渠，忙碌间，他发现水中有个看似价值连城的奖章，尝试取回它时，不幸落入沟中，意外溺亡。然而，当他从水中苏醒，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在中世纪世界。他初以为这是邻近的城堡世界，却没意识到自己穿越回了英国的过去。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是诺尔特，一个罪骨。贾马尔以为他只是穿着古装的员工，便没太在意，径直走向城堡。他试图进入，被误认为是诺曼底的法国摩尔人。这场误会让他被引入熙熙攘攘的市集，所有人都穿着古装，这让他对主题公园的真实感印象深刻，却未意识到自己已穿越时空。他的注意力很快被一位名叫维多利亚的美女吸引。正当他准备接近她时，残酷的将军珀西瓦尔出现，打断了他们。珀西瓦尔好像认为自己拥有镇上所有女人，因为他是皇家卫兵。当贾马尔试图保护维多利亚时，珀西瓦尔傲慢地拔出剑来。贾马尔误以为这只是表演，勇敢地面对，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随后，一个陌生人应贾马尔的要求带他去见国王。国王的女儿雷吉娜即将与诺曼底公爵结婚，国王误以为贾马尔是公爵的信使。贾马尔不明所以，随即编了个日期回答国王。这样，贾马尔的故事在一个充满奇幻和误解的古老英国背景中展开。他的旅程充满了冒险、误会和历史上的时空穿越，这些经历让他的生活和中世纪世界主题公园变得异常精彩和不可预测。在这个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贾马尔被带出去见证一场处决，他误以为这只是公园演员的表演。然而，当处决真的发生，他在接触到叛乱分子的头颅时，彻底震惊，昏迷过去。他醒来后，发现自己和维多利亚在房间里，他身上的奖章让维多利亚认为他是反叛同盟的一员。他向贾马尔展示了与他相似的奖章，解释这是反对国王残暴统治的叛乱标志。维多利亚告诉贾马尔，叛军的目标是推翻不公的国王，复位被废黜的前女王。贾马尔询问日期时，震惊地了解到他穿越到了公元前的时代。在一场误打误撞的马背冒险中，他的不熟练骑术引得众人发笑，甚至国王也对他的表现感到愉悦，邀请他参加晚宴。在晚宴上，贾马尔通过跳舞点亮了原本沉闷的气氛，让宴会变得热闹无比。雷吉娜公主趁机偷偷亲吻了他，表达了自己的喜欢。珀西瓦尔见状大怒，对这位新来者的行为表示愤慨。在此期间，两名叛军准备袭击国王，贾马尔意外地从吊灯上落下，挡住了对国王的攻击，讽刺地成了救星。事后，珀西瓦尔因疏忽职守受到责备，而贾马尔则因英勇行为获得表扬，并被任命为安全负责人。珀西瓦尔对此感到嫉妒和愤怒，但在国王的决定面前无能为力。贾马尔上任安全主管，面临着重大责任。他提出了重建城堡开口的计划，以防御敌人。然而，在计划实施前，他被国王派去执行一项更为紧急的任务。一位农民因偷窃皇家花园的萝卜来养家糊口而被判处死刑。由于贾马尔是安全负责人，他被命令执行这一处决。但在国王离开后，他放走了这位可怜的农夫，并给了他一些钱。晚上，贾马尔要求他的女仆中最好的一位来给他提供服务，他选择了维多利亚，借机与他单独相处。维多利亚仍然希望贾马尔加入叛乱组织，帮助刺杀国王，但贾马尔在见证了因为偷窃蔬菜而处决的场面后，对反抗国王失去了兴趣。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维多利亚失望地离开，称他为胆小鬼。午夜时分，一名女子走进贾马尔的房间，并与他发生关系。他误以为他是维多利亚。第二天，诺曼底的真正使者到达，揭露了贾马尔对国王的欺骗。他们闯入贾马尔的房间，发现他和雷吉娜公主在一起。珀西瓦尔指责贾马尔侵犯了公主，尽管贾马尔辩称是误会，但没人听他解释。雷吉娜的婚礼因此被取消，她不再适合成为公爵的妻子。混乱中，贾马尔被投入地牢，与企图刺杀国王的叛乱分子一同等待处决。在地牢中，他听到了关于黑骑士的故事。这位革命战士被认为不会为了金钱背叛原则，而会为了正义而奋战。在一场战斗中，黑骑士被一条龙吞噬，但他使用金剑从龙腹中切出自己，并杀死了这头野兽。传说他甚至能像龙一样喷吐火焰。在这个关键时刻，贾马尔和两名叛军被带到人群前准备处决。贾马尔在绝望中声称自己是来自未来的巫师，声称拥有烧毁一切的能力。他尝试用打火机证明自己的说法，但未能成功。然而，执行刽子手突然被苹果噎住，众人误以为这是贾马尔施加的死亡咒语。贾马尔利用这个误解，假装对人群施法。此时，附近突然起火，众人更加相信贾马尔的力量，但实际上
是叛军从城堡外发射燃烧的箭以救援他们。最终，贾马尔在维多利亚的帮助下逃离了城堡。贾马尔在逃亡过程中再次遇到了诺尔特，发现他曾是前女王的忠诚骑士，在国王废黜女王后被赶出王国，沦为酒鬼，但在他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战士的勇气。在与叛军相处一段时间后，贾马尔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决定帮助他们推翻国王。一次在树林中，他看到3名男子无缘无故的骚扰诺尔特，并试图帮助，却被对方抓住。诺尔特挺身而出，救出了贾马尔，并重拾斗志，决心帮助叛军。两人回到叛军营地，发现珀西瓦尔和他的部队已经摧毁了营地，并绑架了维多利亚。正当大家失去希望时，前女王现身，揭示他一直在暗中帮助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贾马尔用他的未来知识教授叛军美式橄榄球和职业摔跤技巧，作为他们的战斗策略。贾马尔自己也向诺尔特学习剑术，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在这个视频的高潮部分，贾马尔和叛军终于迎来了他们攻击城堡的日子。在诺尔特的领导下，他们充满勇气地前往城堡，但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被珀西瓦尔指挥的卫兵包围。战斗开始不久，黑骑士突然出现，威慑卫兵，并以惊人的能力喷吐火焰，使叛军士气大振。但当黑骑士从马上跌落，露出贾马尔的真面目时，现场一片哗然。珀西瓦尔试图结束贾马尔的生命，但被诺尔特及时救下。紧接着，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凭借贾马尔传授的技巧，叛军成功击退了许多守卫。国王试图逃跑，寻求珀西瓦尔的保护，但被珀西瓦尔看穿其软弱无能，遭到抛弃。珀西瓦尔用长弓射伤诺尔特，并抓住维多利亚作为人质。贾马尔勇敢地营救维多利亚，并利用诺尔特教授的剑术与珀西瓦尔对抗。最终，贾马尔战胜了珀西瓦尔，并救出维多利亚。当贾马尔抱起他时，珀西瓦尔意图再次攻击，却被仍活着的诺尔特击败。叛军成为战斗的胜利者，贾马尔被尊为英雄。几周后，贾马尔准备回家，向维多利亚道别，并与他亲吻告别。在离开前，他被前女王授予黑骑士的称号。贾马尔醒来后，发现自己回到了现代，周围是护士和同事，他们告诉他在沟里差点淹死，自那以后一直昏迷。尽管他的经历似乎只是一场梦，贾马尔坚信那是真实的。他原本打算辞职到城堡主题公园工作，但现在改变了主意。由于他对中世纪世界有深刻的了解，他向公园老板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想法，使公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超越了城堡世界。6周后，贾马尔在公园散步时遇到了一个与维多利亚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名叫妮可。两人一见如故，但妮可因为他的侄子不得不匆忙离开。贾马尔忘记问他的电话，当他追上他时，意外掉进了一个沟里。这一次，他发现自己醒来在古罗马斗兽场，即将面对一头狮子。这个故事以其戏剧性的转折和奇妙的历险，展现了贾马尔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过程。他的冒险和遭遇不仅让他在古代王国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也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引发了重大改变。